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我们看这位莉莉娅打野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他的刷人思路哈。因为这局的话，这位并不是什么绝活哥啊，他是8000多分的传说王者的一个高手，打野算是打野绝活吧。他不能说某个英雄的绝活，但他打野的话，他很多打野都会玩，而且玩得很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就是巅峰赛8000多分的高玩是怎么去打这种局面的。像玩高端局，他们这种基本上上了那个4、5千分往上走的话，基本上很难出现那种人头爆发特别大，除非是前期团战已经崩掉了，优势已经很大了，就压缩对方经济那种。但中路被对面单杀了。玩打野的玩家一定要，就是你想学打野，就一定要去学会这里面拉扯，就是拉野怪怎么去拉，大概什么血量，往怎么个地方拉。但这里面的话，打算先回家，因为他是红往上刷的，所以蓝区避免跟对面碰到那个。去出现抢河道血的那个机会，这里给信息给队友。永恩的话得回家了哦，对面蹲了一手变奏，两边都变奏了。那前期抢到了，还行，往后拉。这里面有一个优势就是。又或者是他是从下往上刷，所以他回去做个鞋子，对方就打不过。对，我前面理解错了 ，sorry， 是我的错，主动承认错误，但是这里面打了下，前期两边拉扯得很好，飞机先倒下，因为中单提前赶到。他要来刷这个蛤蟆的，没打算来，就觉得他会回头，但对面没回头。这边瑞文也是比较稳。就是刚刚那波，就是怎么说呢？说回来哈，就是你知道就是他已经判断瑞文已经是红那个蓝开，是红开，往上刷，不对，是蓝开往上刷，说错了，反方向，就是这边的角度来看哈，是蓝开往上刷的。这种情况下，他就直接少刷一个石头回家，然后做完鞋子以后去抢对面的河道血，就上半野区的河道血，也不能说是对面的了。瑞文又在上路出现了，队友的话应该是拉扯了一下，这个时间拖得够久了。可惜这个没有命中猴子，如果一开始 Q 中了猴子的话，可以直接开大招留下来杀的，但可惜没用，后面再挂上被动已经太迟了。
让永恩稳一点，别把优势给送出去了。这永恩确实线上已经被单杀了2次了。哎，但对面不回家，直接开大招留下来，别打醒了。就是他这个眩晕睡着的过程中呢，是会被打醒的。所以睡着以后，他那个时间还是蛮长的。你最好是等一下自己伤害最高的2个技能再叠上去。就比如说刚刚的情况下，他就别打了，然后直接靠2技能和 QW 一个爆发伤害，把他给杀掉，收掉人头。像这种局，你看，像第一波团战的时候，能四个人打3个，你觉得你有这样的队友吗？你能3打3都已经很不错了，甚至有个辅助过来帮你，你都已经烧高香了，就是大家的，就是普通人的那种段位，在大师局或者宗师局，你想要王者局啊，至尊王者局，你要遇到这种队友。你开黑还差不多，或者你叫4个陪玩，对吧？陪你一块指挥，听你指挥，还有机会。不然的话，你要有这样的队友，那一局绝对是烧高香。这里对面辅助过来吃伤害，那就抢不到，不好抢了。你看，就这种辅助，对面就是会玩的。辅助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该顶出去，自己是个肉辅。有一些直接就是还在那里待着，一起打龙，硬是要等对面过来把视野看到啊，你的龙血量还多少，要拼场拼输了，大把这种情况。你看这里面对面的辅助吃完一套伤害，留个 EQ 跑路就行了，而不是说 EQ 直接上去，又没有技能跑路。你说我把都给你们看这样的局，你看了你们爽，你看了你只想骂队友，为什么你的队友不是这样子的？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还是要录一些高手们去玩那个？就赛季初肯定不会，因为大部分都要冲分，但已经赛季中期了，然后赛季后期了，然后我还给你看那些，那你怎么可能，对吧？有好多玩家还没有上分的嘛。那他看低端局高手去怎么去操作这种低端局，队友坑的时候怎么去劣势局，怎么去刷资源，怎么去换资源，这就是低端局的时候是吧？可以去学到的东西。然后你跟说我的队友不行，点陪玩呢？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，就钱能解决的事情都不是问题。你的队友你可以花钱解决，你可以花那个什么我这里的话 Q 闪上来打个控制，等一手。你看这里面可以看到，因为没有太多伤害了，已经等不了2技能在那个了，所以只能就 Q 一下。但这里的话只是把人头给换出去了，比较可惜，太着急了。而且你看到对面的资源了没有？3个人瞬间到，另外2个人一下子就到了，瞬间就打出了一个多打少，就是这边少打多的一种情况。刚刚说到哪了？就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的，甚至你要是钱多到一定程度，是吧？你可以叫整个游戏什么请演员，是吧？同时排到了，是吧？现在巅峰赛的人多少，玩家多少，是吧？大部分都是打着发现对面是个人机。现在 EO 机制那些，现在这个游戏就目前就是这种情况啊。但就是那句话但是你想玩好这个游戏，那就另外一回事了。这个游戏其实你排除掉那种游戏环境，就是队友恶心程度来说的话，其实还算不错的。你相对于王者
那些。但决胜巅峰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国外的那个，就是那个我没怎么玩过。我看在国外来说，那个就是其实相对于就像国内的王者荣耀一样，因为他们在世的时候早嘛，所以群体肯定多，热度的话肯定是相对来说比那个高。这个卡玛都去留人了，射手还不去帮忙，还在那吃线。这里面就会看到这个队友也是想发育，而且没有水银世代的，不去留就是不去跟辅助一块去杀他。这样的话，这条小龙必须得看了，可以先碰龙。这里的话，小龙拉出来，对面应该是不打算不往前挤的话，其实这条小龙他也碰不了了，那就是想打团。这里睡到4个，但伤害被后面猴子上来补完伤害了。瑞兹拿下了4杀。好啊，你们喜欢看的劣势局，说什么啊？把把都是顺风局。好，那现在有劣势局了。看你们能学到什么哈？我也多讲讲。我认真点，前面讲太多废话了。像这种情况下，就是你避免要去开团了，因为团是100%打不过了。打不过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刷资源，下路兵线推过去了，然后这边的话把蓝区的资源赶紧吃掉，不能让对面把兵线推过来以后入侵野区。你看这边的话，对方肯定要入侵这个蓝的，这个蓝大概率得放。然后过来吃一下队友的线。哦，瑞文在下路出现的话，那蓝 buff 还在。只要瑞文出现在上半河道，就是上河道的话，其实这条龙这个蓝 buff 你不太能去拿。然后因为他队友在旁边，肯定会过来支援的。猴子是假猴。打猴子的话，一定要注意，他的假猴的话会骗你的伤害。如果你的熟练度不是很高的话，就是有一些猴子会选择让自己血量压低以后去骗团。如果不是熟练度很高，你就不要这么去。这种的话下来入侵的话，红是留不住了。后11分钟以后的蓝红 buff 还是很关键的，毕竟是全队的分享 buff， 等于如果有个蓝红的话，等于多了一件小装备啊。这种情况下，这左边是必战的。然后对方肯定是想要跟你打团，要压缩经济。然后塔的话都是2塔了，所以吃不到这个塔的赏金的。对方肯定是会把任何的兵线过了河道都会去带一下。这种情况下，像这里狗熊往下路去靠。限制一下猴子的一个推进，把兵线处理一下。中路的话找到机会，但对面人太多，不能说那个。这里往下路靠的话，对面也是往下路靠。可能大龙的话应该是不会围绕大龙开了，但
会围绕着这个小龙做文章。其实像这种情况下，对面选择逼大龙，左边应该会选择换小龙支援，因为这条小龙的话，就是优势并不是很大了，但大龙的话，肯定会更有优选一些。但因为有赏金的话，换一个支，对左边来说也能再拖一拖。这条大龙估计有点难拿了，小龙还被偷了的话。那这条大龙必须团了。对面猴子不在的，这里摸一下龙，找机会，晕到了。猴子做传送过来，永恩去限制他。猴子 E 技能接大招进场，闪现拉开，不要吃再多的伤害了。这里 Q， 猴子伤很高哦。不能往前走，因为他那个日炎留下来那个烫还是挺痛的，烧久了的话。龙的话，对方好像也打不太动是吧？哦，对面已经在那打龙了，那龙没了。像其实对面两个资源都不放的话，可以这小龙逼对面打团也可以，但决策上的话肯定会有些犹豫的，因为我们是在上帝视角去看这个局面。像对面刚刚在那偷龙的话，应该在那边要做个视野，但队友没有坐在那里插眼的话，其实本质上的话就是一种失误。对面大招盖过来，辅助犯病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对面大龙是应该做不了事情了。猴子瑞文是没有闪现的，对面猴子有突进的。那这样的话，4个人打1个，猴子也是扛不住的，秒不掉的。反倒是优势打回来了，劣势打回来了。可以反推对面的中塔，一波肯定是一波不了的。飞机死了的话可以一波。像这里面最后一波的话，应该算是远古龙了。远古龙的话，看远古龙怎么团了。这波说实话，就是对面射手那个辅助在那犯病，以为优势够大，直接3打5开团，打野不在附近嘛。这里叠一下4层被动，这4层被动的话有个移速的，移速加成的。这里一个 Q 闪接大招，但都被打醒了，问题不大。维恩在那后期有龙，但瑞文这英雄确实太超模了呀。然后这样的话来拿远古龙了。
这种情况下，其实可以去把大龙给拿掉的。对面猴子跟皇子都是肉，没有太多的伤害的。对面的伤害只有那个飞机，还有瑞兹，还有瑞文这三个。这三个一掉一个的话，其实他们都没有太多的输出能力了。这里的话是这位绝活哥在那指挥的拿龙的，因为判断了对方两个是肉嘛。这样的话就可以分3路带，因为有2条龙的 buff， 吓一下对面瑞文，因为没有闪现，有闪现的话还能上去操作一下。一技能命中1个，但效果甚微。推掉高地以后再看状态去打这个团。对面这么上 ，AOE 伤害拉满了。那2波兵线的话，进塔给到大招，直接秒了。薇恩伤害很高，后期以后。好，那这期就到这了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拜拜。